哎，宋坡呢？二安呢？上哪儿躲酒去了？小凤仙儿，是不是你把他俩藏起来了？你喝酒吧。我就是把他们两个藏起来了。大公子也想去吗？这个嘛，你看你这讨厌劲儿的，我就不去了。喝酒。凤仙姑娘，你把二位将军藏在房中，自己却跑出来，你这是唱的哪出啊？啊！我正想学丁香，跟您学诗呢。好啊，只要蔡将军允许啊，我是求之不得。哎，朝燕啊，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？哎，罚酒，罚酒，罚酒啊！可以啊，罚酒可以。不过大公子啊，西子兄，你们可太不够意思了啊！到这里来热闹，为什么要把我当闪枪呀？不是在审案子。为什么没有见到蔡将军和陈将军呢？蔡将军有喉疾，喝不了酒，在我那儿喝茶呢。陈将军也喝多了，在我那儿讨茶喝呢。哦，那我去见见二位将军。蔡将军、陈将军，雷大人来了，快过来喝酒啊！哎，雷处长，快来帮帮我！来喝口水。哎呀，本来想找二位将军喝个酒，没想到陈将军已经喝成这样，恐怕得下次了。是啊，只有等到下次了啊。那麻烦你宋坡还得照顾一下陈将军。告辞。哎，喝什么？哎，夫人，你在这干什么呀？啊，没事儿，我查查，刚才听见有动静。有动静？有人进来了？好像没有。夫人，你回屋去吧，这儿有我呢。那辛苦你了。没什么，这是卑职应该的。钥匙拿好了，待会儿见机行事。这儿呢，放心好了。少爷，您回来了。老爷呢？老爷在屋呢。原不是说有饭局吗？老爷也是刚刚回来。走。见鬼！老头子明明说好了去给陈官送行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就是啊。不行，你等等，我去瞧瞧就回来。嗯。
怎么样了？这老头子还真是在，这会儿正在书房里看文件呢。要不，咱们再等等，等他睡着了。睡着了就有知更的了，满院子走动，咱们就更没办法了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不取消这次行动，再找机会。哎，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你爹骗出来，我好趁机摸进去啊？让我琢磨琢磨。有了，你想到办法了？想到办法了。到时候我一把我爹骗出来，你就进去。万一你爹发现我怎么办呀？要不，咱们俩蒙个面进去，一根绳子绑了他。不行不行，你都不怕把你爹炸得粉身碎骨，还怕绑了他呀？轰的一声倒也痛快，当着面绑自己的爹，换你行啊？那该怎么办呀？你呀，就按我说的办吧，见机行事啊。嗯。爹，爹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哎，少爷，怎么了？你这喝了多少啊？老爷呢？老爷在书房呢。把他叫过来。老爷今晚吩咐了，不能大叫他呀。混蛋！我是大少爷，你敢不听我的话？别生气，少爷。我是袁世凯的侄孙子，你们都敢不听我的话吗？怎么了，少爷？回来不还好好的吗？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少爷，你这个喝多了，快回屋休息。不说就给我滚蛋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找老爷有事儿，有事儿要说，你们把他给我叫过来。去不去？去不去啊？少爷，去不去啊？啊！去，快去请啊！大老爷吩咐了，今天晚上不能打搅他。你说什么呢你？这都什么样啊？快去！老爷，少爷喝醉了，在前面大喊大叫的，您快去看看吧。你没看我正忙着吗？叫几个人把他拉回他房间。我们都劝了没用啊，他还摔东西，摔东西，还打人呢。老爷，您看，成孽种！把门关好。我让你去找我爹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去了，少爷。你给我扯什么呢你？你可找我！你这个孽种啊！你在哪喝了酒啊？回家给我耍酒疯！爹，咱们为什么姓袁啊？姓袁怎么了？袁世凯，姓袁。袁乃宽，姓袁。我叫袁英，我也姓袁呐。你这胡说八道你！哎，你们两个把他送回房间。爹，现在外面可都在说呢，少爷，咱走。说袁世凯串通日本人，跟日本人签署什么狗屁21条去。你回房间吧你！现在是过街的老鼠，人人走吧，喊少爷打呀！我爹说了，你这给我拽我干嘛呀？少爷休息了，爹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给我改个名吧，爹，我不姓袁了，我绝对不姓袁了，爹。不松手，你干嘛
俩跟我上，你俩就能定。将军，怎么了？这里进来过人呢。啊？您快看看，小明点什么东西啊？雷震春的人。看来这个人不是来谋财的。先不要声张，也不要告诉夫人。唐队长啊，我只是随便走一走，就不用这么多人跟着了吧？好，监巡案使，这是唐都督的命令。您在云南就是袁大总统的代表，保护好您就是对大总统的效忠啊。好，我对唐将军那是放心的，啊，大总统对云南也是信任的。袁世凯让陈欢带3个旅陆船，这明摆着就是冲咱们来的。看来袁世凯对咱们云南还是不放心。这是自然，袁世凯要想踏踏实实当皇帝，就得把我们这些人捏在手心里。如果袁世凯哪一天对云南下手，唐将军能不能率众而起，登高一呼？我看未必。唐将军为人谨慎，难有此举。我看他对钱国华那个恭敬有加的样子，看来咱弟兄今后有的气受了。要想不受气，办法只有一个，请蔡都督回来。蔡都督登高一呼，必成大事。如果蔡将军能回来，我头一个响应。对，诸位，咱们也别太一厢情愿了。如今的蔡将军，不知还是不是当年的蔡将军了。在京城待了这1年多，怕是这骨头也软了许多吧。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喝！卖报！世界大同盟登出日本人的21条，日本人横行霸道，欺压中国。卖报！哎，卖报的，拿上报纸。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，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。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、往来、经营工商业以及开矿业等特权。将军，您再看这条：所有中国沿海港湾、岛屿概不得租借或让与他国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、军事、财政等顾问。中日合办锦镇和兵工厂，武昌至南昌、南昌至杭州、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。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、建筑海港和船业及筑路的优先权。查，给我查，从外交部到总统府都查，看看到底是哪个混蛋泄露出去的。是，是。现在，英法美俄已经开始对我们指责了，舆论对我们很不利，我们的对华贸易受到了重创。既然秘密谈判谈不成了，那就挑明了谈。我谅他袁大总统也不敢对我们挑起战端。可是你别忘了，袁世凯身边还有蔡锷、蒋百里等几个主战将军。段祺瑞的态度似乎和袁世凯也不大一样。只要袁世凯不点头，中国就不会宣战。
还要向袁世凯继续施加压力，还要抗议中方泄露条款内容，严惩泄密者。明天就去召会中国外交总长。反对出卖国家主权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！坚决反对21条！支持革命党一致抗日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！坚决反对21条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反对出卖国家主权，中国人绝不屈服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中国人绝不屈服！中国人绝不屈服！你说，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这怎么会是我干的呀？这文件可是锁在您的文件柜里的，别人怎么弄得出来啊？混账东西，还说不是你，你自己都把它说漏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这是要掉脑袋的，你懂吗？对，就是我干的。你也看到了，这东西一登出来，人神共愤呢，爹。您快去告诉大总统，这21条是绝对不能签的。混账！从今天开始，你哪儿都不许去！来人！老爷，你们两个给我看好了，把他锁起来，哪儿都不许他去。是，老爷。你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报告大总统，查出来了吗？查出来了。最早发表21条的就是《世界大同报》。那就查这家报纸。大总统，这家报纸是英国人办的。英国人办的，那就暗地里查。大家都看到了，这个就是丧权辱国的21条。要是签了这个条约，咱们整个中国就成了日本的奴才了。现在就去找唐将军，让他给袁世凯发电，绝不签署21条。要求咱们滇军北下抗日。对，走，现在就去，马上发电。走。我理解大家的心情，我也很气愤。可是北京的情况还不明，还得再等等，再看看。我已经向蔡将军发去一电，待蔡将军回电后，我将与众位商议一个万全之策。也好，等一下蔡将军的消息。唐将军，我辈都是军人，国家危难之际，当是我们站出来的时候啊！是啊，唐将军，诸位稍安勿躁。我唐继尧也是有血性的军人，绝不会坐看神州沉沦。亡我之心不死。怎么样，将军？咱们得准备跟小日本大干一场吧。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，大总统他根本不会签署。就算面对国人的抗议，他也不敢签。那不签署的结果就是战争。云南那边得早做准备啊！中日一旦开战，要有可用之兵。唐将军也发来电报，询问金中情况。给云南回电，首先是兵员，再则是武器，对日本人不能抱任何幻想。是。哥，蔡将军回电了。讲什么？审夺当前国家形势，当有大变，以预为之谋，早做准备。预为之谋，早做准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，当是在军事上有所准备。这可是大事，咱们一旦有动作，钱国华一定会捅到大总统那里去的。如果换一种方式，
在民间招募志愿者，如退伍老兵可以免去训练费用，复选赋闲军官以备任事。只登记不集结，在各个地方进行必要的培训。好，这个办法好，就这么办。是。招募志愿者，我是老兵啊，我去啊！我也去，是不是要被日本鬼子干了？我们都去。对，好，加油！我们一起去报名去吧。唐将军，这大街上招兵买马，老兵，什么意思？云南虽地处边陲，可是民众对国家的热情远胜于别处。他们看到报上的21条，义愤填膺，纷纷要求参军入伍，与日本人决一死战。所谓招募，完全是为减消民众激愤情绪的不得已的计划。请坐。唐将军，这招兵买马可是招猜忌的行为，大总统那边，我该怎么解释？其实哪里是什么招兵买马，只不过就是把那些退伍的老兵登记做个样子罢了。再说我的队伍还有那些老兵，都是坚决拥护大总统的，绝无二心。明庚啊，说句肺腑之言，你们做什么事情千万要掂量。大总统乃当今英主，跟定大总统，你是不会吃亏的。这个您放心，我的一切都是大总统给的，永远效忠于大总统，这是我的天职。好，明庚的话我全记住了。这些天昆明城可是乱象丛生啊，一定不要让乱党分子从中作乱。我的人会帮你维持的。那就请巡视员多费心了。走。怎么样？有线索了吗？有了些线索，但是还不确定。讲。世界大同报有一个记者嫌疑最大。谁？林建秋。林建秋，就是马上要做袁乃宽儿媳妇的那个女记者，你确定吗？就是她。可是，按常理来说，她应该接触不到这么机密的文件。她接触得到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袁大总统说过，那份文件除了他有一份，大总管那也有一份，知道了吗？这么说，大总管的儿子袁英也牵扯进去了。查来查去，查到袁家了。可是咱们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要是到时候大总管反咬一口的话，咱们可吃不了兜着走啊。秉公执法嘛，去查一查。可是，《大同报》是英国人的报纸。英国人怎么了？我亲自去，看他们怎么说。何主笔，打扰了。哦，雷处长，大驾光临啊，有何贵干？你们报社刊登的那篇关于所谓21条的文章，上面很震怒，所以呢，让我来查一查，例行公事，得罪勿怪啊。我们报社办报的宗旨是服务民众，好像不是为了什么上边吧？那篇关于中日条约的文本，是谁泄露给你们的？真对不起，雷处长，这个我不能告诉你。这篇稿件牵扯到一宗失窃案，所以你最好告诉我，供稿人是谁。好像我没领你们执法处的薪水吧？何主笔真是伶牙俐齿啊！我再说一遍，这篇文章牵扯到刑事案件，所以你必须告诉我，是谁供的稿子。好，那我就告诉雷处长，
那是我们收到的一封匿名稿件，来源何在，我们也不是很清楚。别来这套，何主笔。匿名稿件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每个报社都会收到无数的匿名稿件，就好像你们执法处关着很多不明不白的人一样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？我必须提醒你，报社是英国人办的，可你何主笔是中国人，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明白。你雷处长关不了我的世界大同报，却能把我关起来。我的报纸因为刊登了21条的内容，销量大增。我正发愁没有后续文章呢。我到你的执法处啃几天窝窝头，我的报纸销量又能增加3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就走吧。何主编，你不要太嚣张。一个文人，好好写文章，不要闹事。你再犯到我手里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慢走，雷处长。哎呦，几位都来了！哎呦，何主笔，公公好，公公好。最近这事儿办得漂亮。哎呦，三爷，您快别提了。这雷振春亲自到报社找茬，到现在我还心有余悸。哎，何主笔，你们报社还要雇员吗？我到你们报社去怎么样？真对不住您，我们那儿啊满员了，不缺人。再说了，谁请得动胡议员您的大驾呀？哎呀，我还是什么议员呢？哎，你说我这人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民国刚成立那会儿，我从南方来北京当议员，大总统亲自给房子住。这好日子还没过几天呢，房子不让住了，议员不让当了。重操旧业，做绸缎生意吧。嗨，又在山东被天杀的日本人给抢了，现在连个饭碗也没有，一家人快成叫花子了。哼，要叫我看呢，这民国就不该有。王公公，何出此言呢？你瞧瞧外边这个乱乎劲儿啊！为了那个什么21条，哎，又是喊口号，又是烧东西的。要是皇上在呢？他们敢吗？别急，中国呀，快有皇上了。那个杨参政最近写了篇鼓吹帝制的文章，现在他是袁世凯跟前儿最大的红人了。照贵三爷这意思，咱大清没戏了，要改朝换代了。现在已经是中华民国4年了，这不已经改朝换代了？没有皇上，那算什么改朝换代呀？照眼前这个乱乎劲儿啊，我估摸着，真龙天子就要坐龙庭了。大总统，这是外交部长刚刚转来的。日本人嫌我们拖延谈判，下了最后通牒，限我们在48小时之内必须要签署21条，否则日本将采取必要之手段。必要之手段？哼，明明就是威胁和讹诈。这次可不光是说说而已啊！这是陆军部送来的军事资料。日本从本土派出2支舰队，分别运送3万多兵力，要在中国的东北、天津和汉口等地登陆。这次他们可是要玩真的了。对日作战计划书找到了没有？蔡锷家的书房我去了，可是什么都没找到。你不是在敷衍我吧？不敢，太君，我对太君是绝对忠诚的。这么点事儿，拖了这么久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忠诚？
太君，那蔡锷家的很多地方我也去不了，看来咱们得另想办法。你最好给我快点，我再给你10天时间。要是还拿不到蔡锷的对日作战计划书，你也就不必回来了。后果，你是知道的。是太君。中日交涉竟然僵到这个地步，列强各国忙于欧战，无暇东顾。如果这个时候与日本开战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，很难以武力与之相争。现在看来，只有忍辱负重了。接受日本的要求，以避免国家危机。大总统，事关重大，我们应该谨慎行事啊！去请，把他们都请来啊！黎元洪、段祺瑞、徐世昌、曹汝霖，蔡锷、杨度，都请来，让他们都说该怎么办，不能日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。是。将军，总统府请你去开会，讨论对日决策。都什么时候，还讨论什么呀？干脆您就称病请假，不去开这个会。事关重大，我必须要有自己的态度。竹林呐，你先给诸位介绍一下中日谈判的情况吧。我们外交部秉承大总统以夷制夷和拖延待变的策略，逐字逐句地与日本谈判数次，条约内容有较大改变。同时，我们一边与日本谈判，一边请美、英、法、俄等国调停，向日本施压。但英、法、俄等国正深陷欧洲大战，无暇顾及；美国则表示不好出面反对。眼下日本步步紧逼，已发出最后通牒。除了签署，似乎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。我们应该严正拒绝这丧权辱国的条约，动员全国军民和日本人打一仗。这只是蔡将军个人的观点，诸位也都说说吧，该怎么办？这国家大计向来都是大总统一人主持。是战是和嘛，我们都听大总统的。是战是和取决于军事，还是让段董长说说吧。我认为，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绝不能签。如果签了，不但国人不答应，日本人也会得寸进尺。不签，日本人真的动起手来怎么办？如果日本真要打仗，我们不惜一战。志全呐，原先你可是亲口对我说，若是对日开战，3个月必败。今天你怎么又这么个说法呢？原先我可能是有点悲观了，但是看了松坡的对日作战计划之后，信心大增。若按照松坡的建议，积极准备国防力量，那么对日作战完全有可能取胜。松坡呀，你与段总长的意见很一致啊。我中华立国几千年，每受外辱从未屈服。现在日本人又要企图鲸吞中国，如果我们一味地退让下去，他们势必步步紧逼，直到我们亡国灭种。若签署了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，我们如何面对4万万同胞？各省均无战备之准备，中央则几乎无可调之兵源，军粮储备也不足2个月之用。我们的武器与日本人相差甚远。你们说，我们拿什么抵御有备而来的虎狼之师啊？诸位，我们不能轻言与日本人开战为什么呢？关键就在于基本国情，各省将军自立为王，争权夺利，中央很难统一指挥协调。
兵员总数虽比日本多，但却缺乏可调度之兵。国家要强，必须实现中央集权制，令行禁止，方能克敌制胜。现今之计，唯有从根本上解决国体问题，才是上之策。今天说的是对日战与不战，不是谈的国体变与不变。就是一回事嘛。国体变，举国统一军力、财力、人力，到那个时候才有可能与日本人开战。大家的话都不无道理，但是权衡利害，我认为除条约第5条之外，还是都接受吧。要我说，蔡将军，你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，现在让我把话说完。作为大总统，内政外交我都要考虑。外交可以强硬，但强硬的基础是内政。现在各省各地是个什么情况？还有，乱党在国内外活动猖獗，这些诸位都是心知肚明的。如果对日关系逞一时之快，万一引发本来就松散脆弱的内政混乱起来，我们该如何收场啊？因此，为了让黎民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，让神州大地不再生灵涂炭，我们不得已只能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要求。这个决定是何等的锥心呢？是何等的耻辱！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！咱们只有本着卧薪尝胆之精神，做奋发有为之事业，埋头10年，再与日本抬头相见。我负国民托付之重，绝不为亡国之民。宋坡，吃药吧，这是医生叮嘱过的方子，还用了大总统送来的晚年山参呢。不喝，到了。到了，这不可惜了吗？到。哎呦，快！这百年山参熬的汤怎么就给摔了呢？跟日本人的那个21条马上就要签，说不定哪天日本人就成咱们中国人的主子，也难怪将军发火了。不说了。回来了，林姐回来了。何主笔，您看一下这篇文章，马上编发了。别围着，按自己的去。先坐，我看一下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啊，它就落在我的跟前。他高喊着血洗国耻，从高楼上跳了下来。同胞的血不可以白流，同胞的生命不能白死。何主笔，我们要发表文章唤醒政府，21条坚决不可以签。您赶紧签字啊！没用了，21条签了。已经签了。全国人民都反对的事儿，袁世凯居然敢签？确实已经签了，报道文章在这儿，准备编发了。这个卖国贼！袁不同，这几天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我被我爹关了好几天，好不容易才跑出来。
当初你不让我们杀袁世凯，要一致对外，可现实怎么样？袁世凯早就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了。简秋，你不要太激动好不好？你听我说。我不想听你说，丧权辱国的21条已经签署了，中国完了。简秋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你不要太难过了。中国不会完的，海外刚刚来了指示，袁世凯现在已经成了毒妇卖国贼，人神共愤。他们要求我们把铁血团重新组织起来，继续对他进行铲除行动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行动，连同他的那些走狗一起除掉。那这一次绝不留情。1915年5月9日，袁世凯罔顾民意，终于接受日本政府的所谓最后通牒，签署了丧权辱国的21条。妈，孩儿给母亲请安。松坡，来，陪妈在这坐会儿。松坡，近来发生那么多的事，看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，真让妈担心啊。没，妈您放心，我就是想出去走走，去潭柘寺，去上香。进香去。松坡，今儿是什么日子？怎么想起来要去进香？心里闷，去走走。好，让慧英和孩子和你一起去。慢点跑。看，佛祖啊，至此时刻，国家危亡，民族危亡，我蔡锷不能为国家尽一点点绵薄之力，既不能请缨求战，又不能登高喊出我自己的声音。芸芸众生之中，似我这样苟且偷生，生命有何意义啊？就是他，是蔡锷杀了你的亲生父亲。爸爸，原来你在这儿呀！妈妈，爸爸在这儿呢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开枪啊？我正要开枪，可他的孩子来了。孩子怎么了？表哥，我怎么可以当着孩子的面杀了他的父亲啊？就应该让他们的孩子看看他父亲的罪恶下场。不行，我下不了手。我们这几天跟踪蔡锷，好容易才找到杀他的机会，可到了关键时刻，你却心慈手软。你还想不想报仇啊？我当然想啊。想，你为什么不开枪啊？你是不是怕了？你要是怕了，你就干脆退出铁血团。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呀。林建秋同志当时已经瞄准了蔡锷，只是遇见了特殊情况。
不，当时没什么特殊情况，就是因为蔡锷和他的孩子在一起。这就是你不开枪的理由？我不能当着孩子的面杀了他的父亲。你这是什么道理啊？总指挥为了炸死袁世凯，连他亲爹的性命都不顾了。你倒好，竟然为了他的孩子而错失良机。下一次，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一定会杀了他。我们出卖国家主权，反对签署21条，反对签署21条，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！哥，你听听，整个昆明城都开了锅了。我听到了。明明是丧权辱国、天怒人怨，为什么还要签那个狗屁21条？不怪老百姓骂，我都想上街游行。做大位者，当有自己的谋略。袁大总统他也难啊，只是签了这21条，怕是点了一把火，烧焦自己的屁股啊。看样子，这把火会越烧越旺。咱们云南怎么办？你赶快给大总统发电报，说云南坚决拥护大总统的决策。哥的用意我明白，可是这拥护电一发出去，怕咱们也会成为众矢之的了。是不是等一等，看看他省的反应再说？不用再等了，其他省都是北洋派的人，咱们云南不行，袁世凯紧盯着呢。好吧。好，等等。光是哄了袁世凯那一头还不行，咱们这一头也得安稳住。是啊，青年军官们反应很强烈，纷纷要求独立，跟袁世凯一刀两断。告诉他们，这种事情急不得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，整军习武，以应瞬息万变的形势。哦，对了，你有空去监狱看看吕知一吧。已经关了人家这么多天了，日后怎么跟孙中山、黄兴他们交代呀？把他从监狱弄出来，住到军营里。要是钱国华问起来，就说目前社会混乱，还是军营保险。哎，这不知道将来天下会如何变化，我们还是要多留几条退路。刘先生，请。王爷，难道那些刁民就压不下去？总统，您是没出去看看？现在满街都是游行示威的群众，咱们就是把警察都派出去，恐怕也无济于事。无论如何，你要给我压下去，啊！总统，如果采取断然的手段，我需要一个名头。这好办，就以惩办国贼的名义，订立一个惩办国贼条例，让参政院去议决。太好了，这样卑职就师出有名了。支持革命党通电，一致抗日！支持革命党通电，一致抗日！松坡，把参汤喝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怎么，袁世凯要对老百姓动手了？已经动手了。袁世凯怎么会这么残忍？老百姓那可是一片爱国之心啊！袁世凯悍然签约，下了这么大的本钱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日本人支持他当皇帝。当皇帝，倒行逆施，必定会招来众怒，那天下岂不要大乱了吗？是啊，这么大一个国家，一旦乱起来，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要流血。松坡，你一直是袁世凯的心病，他会不会借机？松坡，
你还是早做打算。我们回湖南老家吧。一旦身陷虎穴，想走，谈何容易？你准备在哪里炸？如何炸？我还没想好呢。陆军部的防范周密，如果想在那儿安插炸弹的话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想炸死蔡锷，一个是在路上，另外一个就是在他的家里。在路上，不但起爆和安放都不好控制，还会殃及无辜。我杀蔡锷只是为了报复仇，在他家里，恐怕也不太合适吧。我看你就是下不了这个手吧，表妹。没关系，你要杀不了他，我替你杀他。蔡锷杀了我的父亲，我要亲手杀了他。好，我倒是有个绝佳的场所，只要你肯干，一定能杀掉蔡锷。哪儿？蔡锷现在最常去的地方是哪？云集班。这个主意好，在这个地方炸了蔡锷，一定会造成重大影响。袁世凯的走狗逛妓院被炸身亡，人们可以想象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狗屁政府。可是，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伤到其他无辜呢？无辜，怎么在你眼里谁都是无辜啊？表妹，如果这次能成功的在小凤仙的房间安插炸弹，等待蔡锷去房间的时候，我们引爆炸弹，那蔡锷必死无疑啊！这可是绝佳的机会啊！好吧，就在云集班。这位客官是头一次来吧？快上去坐坐。我要见小凤仙，她在吗？人家要见小凤仙。爷，咱们云集班的漂亮姑娘那有的是。我只见小凤仙。大爷，你架子不小呀。本大爷一不听琴，二不听曲，只为见小凤仙一面，请遇人一步，又何妨啊？行，我可以替你招呼。至于他来不来，那我可就不管了。那是当然。凤仙姑娘，凤仙姑娘，有位大爷要见你。凤仙姑娘，是蔡将军让我捎话来的，不想下来听听吗？上来说吧。请原谅，还是请姑娘一步下来说吧。我并不认识先生。你是不认识我，可是我是跟蔡将军一同从云南来北京的。可我并不曾听将军提起过先生。恐怕连蔡将军也未必知道我。那何来的将军让先生带话一声？是我有话要请凤仙姑娘转告蔡将军。不这样说的话，
凤仙姑娘会下来吗？那你说吧。有人要暗杀蔡锷。谁？为什么呀？这个嘛，我也是刚得到的消息，就请凤仙姑娘务必转告蔡将军，让他最近小心便是。可是谁想加害于蔡将军？这个我不便多说。请问先生贵姓？这个嘛，我无可奉告，日后便知。好，话到此为止，请凤仙姑娘务必转告，告辞了。先生，凤仙儿，这人干什么的？跟你说什么了？当官的让不让，害了祖害祖宗；当兵的怕死鬼，让日本人软了腿；当官的让不让，害了领土害祖宗；当兵的怕死鬼。炸弹我已经安放好了，现在就等蔡锷出现了。张指挥，蔡锷又去了云集班。好，按照计划行动。凤仙，蔡将军来啦！蔡将军，今儿怎么一个人过来啦？将军，将军快坐，我给将军倒茶。今天不喝茶，我要喝酒。将军有喉疾，还是喝茶吧。喝酒。小四，拿酒菜来。好嘞。先喝口茶。我这有事要和将军说呢。什么事？前日来了个人，说了句不明不白的话，我心里正担心呢。说什么呢？他说有人要暗杀将军。哼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来呀，来，谁杀我？来杀我！就像现在这样，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将军今天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？不说也罢，说了也没用。喝酒，来酒！来了，王淼。将军慢点。将军心里不开心，凤仙给您弹个曲儿吧。
我知道将军忧国忧民，可光靠你一个人干着急也没什么用啊。当年，岳飞不也报过吴门吗？岳武穆还曾征战沙场，大战精兵，我蔡锷算什么？我真是不明白，他为什么如此的媚外软弱？收复胶东半岛这么大好的机会他不做，21条丧权辱国他却做。将军，很多人都这么议论的。甲午之战，庚子事变，已经让我的国家伤痕累累，积贫积弱。现在又弄出这么一个21条，全世界都会笑话我，都会看不起我们，子孙后代都会唾骂我们。我蔡锷空有一个昭威将军的名号，却不能征战沙场，无地自容。其实我给他写了一个对日本的作战计划，可是他却跑到脑后，跑到了九霄云外，闹了半天是我一厢情愿。许多年前，这句话就有人跟我说过，我竟然做了这么多年的白日梦。凤仙知道将军心里苦楚，可将军已经尽力了，不必这样。哎，将军，不能喝了，你喉疾刚好些，你不能喝了。我现在什么都不能替您做，只能替您喝了这杯酒。我知道你为我好，凤仙姑娘是对我好，其实病不病的无所谓，生死都无所谓了，还怕病吗？不光你提醒我，就连日本人都告诉我，你要注意安全。难道天底下的人都想杀死我才锷？好。死了，一个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丧，却不敢反抗的将军，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就由我审，让后人取笑吧。一个做白日梦的将军，一个报国无门、空为妾的将军。将军，将军。表妹啊，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再一次放弃了刺杀蔡锷的机会吗？为什么？表哥，你告诉我，我爹真的是蔡锷杀的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问我这个干什么？
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？他要杀我爹，是你亲眼所见吗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觉得我会乱讲吗？表哥，我爹的死，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？是我昆明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。是你的什么朋友？叫什么名字？他现在在哪儿？你不相信我是吗，表妹？啊，我会骗你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我爹的死很可疑，也许不是蔡锷杀的。你到底怎么了，表妹？啊，你怎么时时处处替他说话呀？将军醒啦？昨天晚上我没回去。将军喝多了。那你呢？你就在这坐了一宿啊？啊，早餐可能凉了，我给您热热去。来不及了，我要马上上班。吃了再走也不迟啊。昨天晚上我一定喝了不少酒。还好。我知道，我肯定很失态，让你见笑了。今天的将军和昨晚的将军真是判若两人。不好意思，改日我再登门道谢。大总统叫我们来为何事？段祺瑞。段祺瑞怎么了？在对日关系问题上，他明知道我爹的态度，却非要跟蔡锷站在一起唱反调。我爹会给他点颜色看看。那蔡锷呢？也要处置吗？那倒也不一定。蔡锷毕竟是外人，在对日关系上，外人唱反调也就罢了，怕的就是自己人跟着瞎掺和。这次他这总长的帽子怕是保不住了。哦，来了，父亲。大总统，坐。把你们叫来，就是想说说职权的事。啊，戏子啊，大总统，谢谢大总统。对日关系的国策会议你也参加了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，段总长明着是支持对日作战，暗中却是反对君主立宪制。柯定，你也说说。孩儿以为，戏子的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啊。段祺瑞开这个头并不可怕，怕就怕如果我们不惩戒他一下的话，会有一大帮子北洋人跟他跑。父亲曾经教育孩儿说，驾驭属下应该恩威并施，又是让他当大将军，又是陆军总长的，恩够重的了，也该给他点厉害了。云台说的有道理，大总统，是该把段祺瑞撤下来的时候了。段祺瑞以前没少为大总统立功，可这些年他也没少给大总统添乱。我看，对职权惩戒一下是必要的，但这个总长就先不要动了吧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惩戒呢？不是说小扇子徐树铮是段祺瑞的魂，段不离魂，魂不离段吗？我看就先拿徐树铮开刀。
柯定啊，你去安排一下，设个家宴，请知权和他夫人一起过来。是。西子，老爷子的心思你看出来了吧？你这筹安会的事儿得抓紧了。筹安会啊，对，筹安会。知权呐，今天咱们摆的是家宴啊，你不是总长，我也不是总统，就是地地道道的家宴。坐。坐。柯定啊，快给知权倒酒。哦，您知道我不喝酒。我知道，我也不喝酒。你今天呢，意思意思，啊，你陪知权喝一杯。好，知权，我先干为敬。好。哎呀，这一阵子啊，事儿太多，这家宴有多少日子没办了啊？哎，知权，别干坐着，吃菜，来，吃菜啊！大总统今天叫我来，是说21条的事儿吧？我只是纳闷儿，你最近的说法与你之前大不一样，令人不解。你怎么跟蔡锷搞到一起去了？不是我跟蔡锷搞到一起，而是我觉得日本人实在是欺人太甚，这样下去没完没了。我身为陆军总长，有关军事上的事儿，总该表明态度吧。知权呐，对日本外交的事我不怪你，国家之事，你我应该齐心合力。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可是一家人呢。好，那既然是一家人，有些话就不再遮遮掩掩的了。有一件事呢，我一直想跟大总统您说一说。今天饭桌上没外人，有话你就说。现在疯传大总统要恢复帝制，不知大总统是如何想的？这些没边儿的事儿都是什么人在说呀？啊，不管什么人说的吧，这么传来传去，可是有损大总统您的形象。中国推翻帝制这才几年啊，总统应该站出来说句话，以正国风。那还用说？我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，拥护民主共和，那是我的本分。有大总统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知权，吃菜呀，别闲着，吃。知权呐，有件事儿，我真是想了很久啊。别看咱俩这个关系，我还是真不好说出口啊。什么事儿，您就说吧。这新政冗杂，百事待兴，深感有用之人不足啊。知权，我想把淑贞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，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，如何呀，知权？大总统，您先免了我总长的职，而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岂不更利落？我这只不过是动议了一下，职权既然有异议，那就先放下，以后慢慢再议，啊。我不是偏爱淑贞，像他这么能干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。陆军总部大小事情都离不开他。您刚才说让他走，我也是着急呀。
大公子，吃菜。来，拜见杨参政。哎，请起。你是？哎呀，杨参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是原国会议员胡守义呀。胡守义啊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2年前我们在国会上还有过一番争论呢。来，坐。胡议员来见在下，有何贵干呢？学生是来拜师的。拜师？学生原来是革命党，信奉民主共和，但读了先生的《君主立宪论》之后，哎呀，犹如醍醐灌顶，是幡然醒悟啊！决心从此改弦易辙，追随在先生门下，甘愿效犬马之劳。你所言是真？有关信仰主义，学生从不敢妄言。很好，我正在筹备筹安会，正为没人必助发愁。这样，我任命你为筹安会的会务秘书。咱先把筹安会的架子扎起来，以后你会大有作为的。多谢先生，学生胡守义殚精竭虑，为筹安会、为君主立宪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好，大总统已经为筹安会拨了款子，大公子已经在石驸马大街找了房子，明天我们就可以搬到新地方办公了。好啊。哦，杨参政，这筹安会不会就咱们2个人吧？竖起招兵旗，自有吃粮人。我准备邀请几个名人担任副会长，咱这筹安会啊，一定要办得红红火火。好。松坡，松坡啊，你怎么干起这个了呢？老秦呢？左右我也是无事可做，浇花种草，打发时光罢了。大好时光，你居然聊以打发？你杨希子的大好时光，未必是我蔡松坡的大好时光。松坡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不是早就和你说好了，我们2个湖南人一定要干大事，一定要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来请你干大事的。你说的大事就是你的筹安会吧？正是，为筹一国之治安，我担任筹安会的理事长，邀请孙义军、李谢和、胡英严复、刘师培担任副理事长。松坡啊，我想请你也担任副理事长，咱们来个7星聚会。你的筹安会是学术组织，正副理事长都是名满天下的文人，我一介武夫，跟你们凑什么热闹？哎呀，屋里坐。哎，松坡，你本就是文武全才，在全国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你参加了，谅别人也不敢说什么。这个筹安会你非成立不可吗？中国之变局尽在筹安会之中，我登高一呼，应者群集。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在怀疑呢？我参加了筹安会，你就不怕我跟你争名，抢你的功吗？哦，孙坡多虑了，咱俩谁和谁啊？这样，副理事长的排名，我可以考虑把你排在前面。算了吧，你搞你的，我就不参与了。那也行，我们6个人正好6大顺。易经云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我们就叫6君子。那得多行君子之事。那是自然。松坡，既然你不参加筹安会，我还是有一样相劝。请讲。还是过去的老话，你这恶不要锋芒太露了。为了21条，你和大总统争来争去，大总统很不高兴。最近，大总统颇有免去段祺瑞陆军总长之职，由你代替之意。就是因为你老是和他顶牛，他还在犹豫。你要像陈焕一样，事事顺着大总统，那陆军总长之职非你莫属啊。西子的忠告我记住了。那就好。松坡，作为同乡学长，我还是奉劝你一句，在京城为官，要保存好自己。你是一个有为之身，将来必定有大作为。告辞了。夜漫
伤痛的记忆，走出迷茫绝望的领地，熬过苦难，久久把诗意，生命呼啦成了一面旗，擦去冰冷的泪滴，奔赴命运委屈的风雨，就在花谢楼台的日子里，相知一个温暖我心的你。我跋涉千万里，一手放下，一手提起，人间多少情爱生与死，煮酒男儿气贯长虹